你好，我是 Billy。今天我第一次用中文来跟大家聊聊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和中国的学校系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没有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话，或者没有在中国上过学校的话，可能对中国的学校教育不是非常多的了解。我呢，作为中国人，在中国长大的，所以多少对中国的教育和这些系统有一些了解。所以在中国，我们和很多国家一样，有小学、初中、高中，还有大学。再往上也有更多的专业，比方说研究生这些。小学呢，我们一般是6年，所以从1年级到6年级。小学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视，所以在小学，我们中国的学校也都有比较长的课，比方说，就算1年级的学生们，也都是要很早来学校。一般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1年级也是要7点来学校的，7点半、7点半，我觉得差不多这样。所以早上都必须起床很早，所以6点多可能就要出发去学校。然后每个星期一还要在外面有一个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就是站在外面听国歌，然后唱国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仪式我们呢一般进行20分钟、30分钟左右，但是都要穿学校的校服。中国几乎所有的小学都有自己的校服，所以大家都要穿校服去学校，每个星期一唱国歌。然后呢，每一节课在中国是小学是45分钟，所以我们的课有很多不同的科目，比方说，当然语文是汉语，然后有英语，因为我们觉得英语是最重要的外语之一，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英语，还有数学，这是在小学1年级会有最主要的3门，还有一些别的课，比方说美术、电脑，体育课，还有音乐课，这些，就是为了培养孩子们不同的能力。所以因为有这些课，每天我们可能上午3节，上午可能3节、4节，下午可能3节，所以小学1年级的学生也都早上7点上学，然后下午3点、4点回家，所以非常累，听起来很累，但是因为1年级、2年级的时候学习压力不很大，所以其实还可以。到了3年级、4年级、5年级以后，我们的课程会越来越难，所以以前1年级、2年级、3年级的时候可以经常玩虽然在学校很长时间，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这样，有一个对4年级、5年级、6年级的时候，这些课程可能会必有一些变化，比方说美术课、电脑课或者体育课可能会比更少，但是
增加了比方说科学课，这是对初中以后学习物理化学的一个基础课，就是让你对科学方面的东西有一点兴趣。然后刚才要说的是，在学校我们的一些礼节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在老师要上课以前呢，我们呢要坐好，然后如果老师进来了，我们都要站起来，我们中文叫起立。然后老师会说同学们好，然后我们都会喊老师好，然后我们会鞠躬，然后老师会说请坐，然后我们才能坐下来。这是对老师的一种尊敬，所以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在初中，我们的学业就更难了，因为中国的家长我们说过，非常重视孩子们的学习，所以初中以后都有很多的课外课，星期六、星期天会去外面补课。当然，现在最近中国有一些新的政策，可能孩子们上课外课的机会更少。但是以前是这样，但是这个趋势是这样。对，所以在初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打扫教室、打扫学校的这种习惯，我们叫值日。值日就是在这个班里面，每天放学以前或者在上学以前，可能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些要值日的学生，就要到学校更早，或者离开学校更晚，清理教室或者清理教室外面的走廊和一些大厅。所以这个是每个学生都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每个星期可能一个学生会做1次，或者到2次，要看情况。这个就是培养学生对公共环境、公共地区的一些爱护吧。所以我记得在初中1年级、2年级的时候，我也要值日，所以早上可能6点多要起来。我们是北方，所以冬天的时候早上非常冷，但是一定要6点多必须到学校，拿出抹布，拿出水桶，还有一些肥皂来清理学校的一些地面。我记得很深刻的，所以非常冷，手都非常红，到后来。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可能和西方的一些学校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学校教室不会换，就是说我们一天从早上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都是在一个教室里面进行的，所以一堂课的时间大概是45分钟。但是一整天都是在学校一个教室里面，除了去体育课或者一些特殊的活动以外，都是在教室里，而且学生们的座位也都不变。这个可能和西方的一些系统不同。中午我们都会有饭，所以我们的学校以前是一些老师会拿饭到教室里面，然后由一些学生盛给别的学生，所以我们都会吃一样的菜，可能4个菜或者3个菜，1个汤，然后主食是米饭。一般学校的菜都不错，有肉有菜，而且都是热的。所以我们有1个小时左右的
休息学生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操场，也就是学校外面的空地去玩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对，这个大概是中国的学校系统所以如果你们对中国教育不太了解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和经历，所以希望对你们更多了解中国有一些帮助，谢谢。